到了家已经快1点了，冯怀远也在这边等着，不仅没发脾气，还颇为和气地问收获咋样。大伯，我跟阿浩就是找了块好地方，要不是要赶回来吃饭，还能多采点。冯怀远看了眼林浩卸下的背篓，微微一惊，随即笑着道：还真不少，这得有20-30斤了吧，收成不错，能卖个1-2千块呢。冯怀军也出来看了一眼，笑道：今天这是赶上了，运气不错。说着便从家里拿出2个大筛子，将红菇子倒在筛子上，然后均匀地铺开。镇上有收鲜品，同样也收干品，看这样子，这是打算晒干了再去卖。走吧，到家里吃饭。你先回，我跟阿浩洗洗就过去。陈雪不在，应该是提前去了大舅家，也跟着几人往那边走。赶山累吧？确实比海上要了一些。爹，别看阿浩瘦，但体能好着呢，爬山过坡连汗都没流几滴。我本就汗少。大舅招呼着大家落座。老爷呢？林浩没见着老人家，便问了一句：他提前吃过了，这会在后边午休呢。宴席自然不可能无酒，冯新华抢过酒瓶子，开始给大家倒酒。中午随意，今晚你别装熊，我俩好好喝2杯。林浩笑着应下，端酒起身敬大舅，后者挥手让他坐下。别急着喝，多吃点菜。本地好像很喜欢吃鸭子，昨晚在二舅家就有一道白切鸭，跟盐水鸭的口感相似，还是蛮不错的。今天桌上除了白切鸭，还有一道熏鸭，这个不像是家做的，应该是到镇上买的成品。再就是家里的鸡直接炖的汤，还有一大盘子红烧猪脚，还是蛮丰盛的。阿雪喜欢吃什么？阿浩，你帮着夹。知道了，大舅不会客气的。大舅，泽哥和兵哥啥时候回来？冯新泽和冯新兵，也就是大舅的2儿子，年龄应该都在30左右，跟林平差不多大。原本打算明天晚上的，昨天通电话听说你来了，明天中午赶回来吃中饭。大伯，那猪啥时候杀？下午先去挑猪，明天下午吧。这天太热，也不能提前太早。这边闲聊着，大舅母也忙完上了桌。阿浩、阿雪，没啥菜，你们别停筷子，多吃点。相较昨天，大舅母明显更热情了些。大舅母，这菜可比我在家里的饭店吃的好。没人不喜夸的，大舅母笑容更盛，让他俩多吃点菜。林浩真没中午喝酒的习惯，所以就各敬了一杯长辈，他就不喝了。饭后，陈雪有点犯困，三嫂便带着他先回那边补觉去了。几个男人坐下喝茶，林浩尝了一口茶，与在二舅家喝的完全一样，看着一般，但香气浓郁，入口甘醇。他不禁好奇地问道：大舅，这茶叶多少钱买的？在这边喝茶哪还要买？山上也茶多的是，这都是早春时自己上山采的，回来自己炒。阿浩，不是我炫耀啊，别看这茶型不好看，但比外卖几百块1斤的茶都好。我们大田高山茶那可是全国有名的。好吧，说不炫耀，其实每个字都在炫耀。谁不说俺家乡好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这茶的口感还真不错。大舅，家里还有吗？我想带一点回家喝。林浩有时就是这么的不客气，但这样的表达不仅不让人生厌，反而更为亲切。冯怀远面上浮现一丝笑意。还有好几斤，你走时都带着，喜欢喝的话，以后每年过来拿点。接着2个娘舅就开始细问林浩现在家里的情况，毕竟昨天说的也不细致。林浩选择性的说了，只是自己老爹再婚的事。他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没有开口。关系刚缓和，说这个有点不合适。大舅、二舅，看啥时农闲，可以过去走走。2人没有急着表态，倒是冯新华道：爹，我打算这次跟阿浩过去看看。要是和工地上不冲突，你要去就去吧。人家主动来了，自己这边不能再端着了，先安排个小辈去，也算是表明缓和的态度。又聊了一会，冯新华要骑车带着二舅去挑猪。林浩中午喝的不多，又喝了1个多小时的茶，那点酒气早就散了，起身道：要不开车吧，我跟着一起。行，咱坐车去更好。我反正也没事，跟着一起去看看。既然是开车，也不在意多一个少一个人。冯怀远起身说道。林浩先将车掉了头，接着拉开副驾驶让大舅坐，二舅爷俩坐后边。这车真要200多万。冯怀远拱了拱屁股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上路240多万，搞不懂，这也太贵了。冯怀远感慨了一句，虽说2儿子也很能挣，但200多万的车，他感觉还是离自己太远了。先到村中间接了冯怀正，人家是老屠户，挑猪的眼力自然不会差。你们自己挑，2头小的不行，还没喂到时间，另3头随便挑吧。主家带着他们到了圈，指着3头大的道：本地怀猪全是黑品种，且整体体型偏小，成年的猪也就130-140斤的样子，饲养周期8个月到1年的样子，鲜少能长到200斤以上再杀的。林浩对这一窍不通，但他就一眼相中了那头最大的，估计至少有个170-180斤的样子。现在过程亏得慌，一看就是刚喂饱的。
你要是明天来称，人家也是刚喂饱的。大哥，我收猪收得多，这是没法子的事。郭怀正见得多，知道这是普遍现象，谁不想让自家的猪重个10来斤，多卖一点钱？我看就那头中等个头的吧。怀正，你估摸着能杀多少肉？冯怀军指着3头中相对较小的一头道。大概能杀80斤肉，要说也够了。林浩一指那头最大的，问及郭怀正：堂舅，这是老母猪吗？没脱奶子，这是头大牙猪，估计至少喂了有1年半以上。阿浩，这样的猪肉才香呢。林浩只知道不能买老母猪，听说不是，当即和2个舅舅商量起来。大舅二舅，我觉得吧，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，咱就把那头大的盘下来算了。2人对视一眼，冯怀军还想说那么大吃不完，倒是冯怀远点头。行啊，那就这头大的，吃不完就腌起来。确定好是哪头猪，自然要谈价格。主家来了后，明确说了都是乡里乡亲的。猪过后，冯怀正会带人来拉走，但钱要现在付。林浩的眼力还挺准，这头猪183斤，总共1555块。他从车里拿下包，掏出钱递给冯新华。华哥，你帮我付。要你付啥钱？废话，我姥爷过寿，我表现一下不行啊？快点拿着。不要你的钱。冯怀军从口袋掏出钱，也看到2人的拉扯，训斥了一句：二舅，这猪还真得就我来买。为啥？你说个道理出来。因为我这个外孙几年没来了，这次来可得好好表现一下，你们得给我这个机会是吧？瞎扯什么蛋！林浩想了想，直接把钱拍到了主家的桌子上，然后拉着2舅就往外走。猪买好了，回家。冯怀军这才发现，这外甥的力气还真的足，他愣是挣不脱。冯新华没有拉扯，他只是在一旁不停地笑着，在他看来谁给都一样，反正表弟不在乎这点。上车之后，冯怀远语气严肃道：阿浩，猪的钱你给就给了，其他的钱你不准再掏了。答应你就多住几天，不答应你下午就回吧。大舅，我听你的。清早就有人往家里送东西，先是租的4角棚送了过来，接着便是到要好的几家抬桌子。这次没打算承包给别人，所有的东西自家准备，到时请一个厨子来烧就行。因为2舅家门口的院子够大，所以办席的场地就选在了这边。林浩没啥可帮忙的，也就揣着香烟给来往的人打烟，一直忙到近中午。冯新华通知他说是大舅家的2个表哥回来了，他赶忙跟着去了那边。